国家工信部介绍了2019年的中国制造业状况。根据报道，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26.9亿元人民币，占全球比重28.1%，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。不过，这样的成绩在不少国人眼中尚未达成目标。有国人表示，28.1%才占全球总量的1/4而已，什么时候超过外国再说。中国和外国。近年来，中国在各领域均高速发展，特别是制造业。一些披露的统计显示，中国在一些单品的制造能力上，远远地甩开了同第二名的距离，甚至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制造能力的总和。网友随之也发明了“中国和外国”的说法，戏谑地说，全球只有2个国家，中国和外国。也就是说，在一些个别领域，中国制造能力惊人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同中国的产能相比，而只能其他所有国家加在一起才可能比较一下。比如说，2020年4月，财经媒体报道，中国制造了全球70%的手机，中国远超外国。比如说，媒体报道，2020年这一次新冠肺炎所需的口罩，全球90%由中国制造。这里有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在新冠疫情之前，中国年产口罩大概占了全球的50%，也就是同外国水平差不多。但是疫情爆发后，中国产能急剧提升，秒了外国，达到了惊人的90%。因此，高速的发展让国人的胃口提高了。经济高速发展，制造能力和水平急剧提升，让国人对中国制造有了更高的期待和目标。除了从制造走向制造，对中国制造业的规模的期待值也大幅提高。就比如说，2019年制造业规模达到了全球28.1%，但有国人提出来要超过外国再说。不光是制造业领域，在科技、军事领域，国人都通通的提高了期待值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果不是达到世界顶尖水平，不少国人都兴奋不起来。比如说，上海微电子研发成功了28纳米的光刻机，对于中国在该领域而言也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。要知道，全球能够制造28纳米光刻机的也就是3个国家，但是28纳米光刻机同荷兰最先进的 AMSL 的5纳米光刻机还有不少差距，还无法解决卡脖子之痛。但是对9张量子计算机、中国嫦娥5号首次越轨交会对接这样的技术成果，国人就喜闻乐见。毕竟这是中国人，同时也是全世界的第一次，中国站上了世界之巅。军事领域同样经常有刚服役就成为过气网红的说法，比如说054A 护北舰、052D 驱逐舰、055型驱逐舰、山东号航母、075型2栖攻击舰，这些都是这些年中国国防科技的成果，但是都经历了从万众期待的超级网红待遇，很快变成了过气网红待遇的过山车。目前当红的还是尚未下水的003型航母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人类正常的思维方式，追求更好的是所有人的目标。不过，在制造业领域，中国真的能够超过外国吗？中国2019年制造业产值占全球总量的28.1%，想要超过50%，要增加21.9%，看上去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。但对全球制造业进行分析之后，还真有可能。当然，中国要达到全球50%以上，意味着可能有2个现象会出现：一个是外国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了21.9%，这个难度不小；另外一个是全球经济快速增长，中国增长的速度比外国增长快得多。如果快了1倍，可能10年之后就真的能够在总量上超过外国。但是有个难题无法解决，即使上述2条都能实现，谁去干活？产业工人、工程师能供得上吗？短时间内将整个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翻一番也不现实啊！这样看来，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吗？美国为中国提供超过外国的解决方案。以往我们说科技强国，感觉都是概念上，实际上参考下美国的制造业，就能感受很明显。美国留在本土的大多数都是科技含量较高、附加值较高的制造业，比如波音、芯片制造设备、尖端5G 等等。2019年，美国 GDP 高达21.43万亿美元，制造业为2.36万亿美元，仅占美国经济体量的13%，比起服务业81%占比，制造业在美国真不算个事儿。但是美国的2.36万亿美元放在全球14多万亿制造业份额中，也占到17%，美国依旧是制造业大国啊！美国总人口只有3.3亿，投入到制造业人口应该同制造业在总 GDP 占比中差不了太多。即使这样，美国人均创造的制造业产值也高达7152美元。如果这个人均乘以中国人口14亿，中国制造业规模应该可以达到10万亿美元，相当于67万亿人民币。这个数据应该是超过全球制造业规模的50%，超过外国了。这就是科技强国站在制造业食物链的顶端。
据观察网最新报道，中国和巴铁兄弟进行了代号“雄鹰9”的中巴空军联合军事训练。这次中巴双方都派出自己的主力战机，比如有中国歼10C、歼11BS、运20等，以及巴基斯坦幻影3战机、枭龙多用途战机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中巴雄鹰9联合空军训练中，歼10C出镜，表面看起来不以为然，但是歼10C这种战机运用在不同地域占据绝对优势。为何这么说？有分析认为，歼10C是歼10的反演战机，从运用地域环境到作战能力比较，其他战机机型无法比较。首先就是进气道设计，歼10C战机采用泵式进气道设计，这种设计可以大大提升战机发动机的进气量，加上安装 WS-10B 发动机，推动力强，发动机整体性能提升，有利于战机在空中隐身优势。其次，气动布局设计，歼10C拥有出色的气动布局，有利于短距离起降与升力飞行发挥很大的优势，特别是巴基斯坦高原区域，歼10C可以发挥超音速优势。再次，武器挂载上，歼10C装备3个副油箱，挂载鹰击91反辐射导弹、霹雳15中远程对空导弹等装备。鹰击91反辐射导弹可以精准打击地面敌方雷达目标，霹雳15导弹射程上可以打击200公里以外目标，这就是歼10C绝对优势之一。有趣的是，据观察网消息，这次雄鹰9中巴空军联合军事训练演习地点位于巴基斯坦博拉里空军基地，该基地距印度边境仅200公里。这就不得不提到印度之前购买阵风战机，印度将这批战机用于边境区域防御。正如其名称所示，阵风战机是一种多功能的中型战斗机，但与在高原作战的歼10C相比，歼10C的性能更好。为何这么说呢？阵风战机表面可以空中格斗、地面攻击，实际上阵风战机短板地方在于，就拿空中格斗比较，这两款战机同样都具有先敌开火的优势，但是歼10C拥有霹雳15导弹，发射导弹射程到速度上完全可以吊打阵风战机。另外，阵风战机在雷达性能上不足，阵风战机配备新型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探测距离只有100多公里，相对歼10C战机国产有源相控阵雷达可以探测到200多公里，探测角度更广，探测目标多，打击目标准的优势。歼10C战机拥有超音速、挂载霹雳15等各种作战优势。中国与巴基斯坦是铁杆朋友，不排除将购买歼10C战机。当新闻引发印度网友热议，甚至有网友表示，歼10C这是一款真正强大的战机，听起来很痛苦，现在只有神才能拯救我们了。据印度经济时报12月9日报道称，印度已经向美国提供了美国海军所需要的战斗机所有相关资料，这标志着新德里向华盛顿的首次重大武器销售，而且还是主要针对美国这次选拔的喷气式飞机初级喷气训练系统。此前，美国海军在全球范围内挑选能够取代自己现有海军的战斗机教练机，这似乎挠到了印度的痒痒。印度对此可谓是十分高兴，甚至一度夸下海口要向美国出售57架教练机。虽然后来一度没了消息，但是现在印度旧事重提，想来好事将近。那美国会不会买印度的光辉呢？从印度的这篇报道中，我们不难看出印度对此可谓是信心十足。想一想，前不久印度还在为美国向他们出售战斗机而十分兴奋，到现在画风突变，也不知道美国会不会买印度的光辉呢？从大多数人的想法来说，美国肯定是不会买印度制造的，毕竟印度制造全球都知道，造一个光辉战斗机造了30多年，还被自己的空军嫌弃，怎么看都不像能卖得出去的。不过，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的主席马德哈万对此有话说。他表示，目前印度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内部工作，并且这架新型光辉战斗机是印度专门为海军改制的，可以适应所有的飞行平台，而且性能十分优秀，对所有的任务都有适用性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，当美军需要阵风战斗机时，这架光辉战斗机将会让他们感到他们在驾驶的就是阵风。不过这话咱们可能真的就只能听听，因为在这其中竞争可是十分激烈，像是美国的波音、法国的达索都拿出了符合美国海军要求的方案，所以美国还真不一定选印度，除非美国打算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，豁出去了和印度交好，但是以美国的脾性，想想也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印度对此次如此信心十足呢？据印度自己透露出来的，美国海军要求的教练机性能要求非常高，所以尽管印度无法与那些拥有久远制造历史的制造商比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制造美国想要的飞机，
而恰好的是光辉战斗机，作为为数不多拥有直接从航空母舰上起降能力的喷气机之一，还十分符合美国海军的要求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进行野战舰的着陆练习。目前，印度光辉战机的海军版本已经在果阿的岸上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测试。海军版的光辉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国内的需求，就算国内的需求也是可以满足，而且光辉战机海军版似乎已经拥有超音速飞行的能力了。有意思的是，之前美印之间关系刚刚开始融洽时，美国就曾向印度订购了一批子弹。想来印度能如此自信，这件事应该也占据一部分的功劳。说实话，开始光辉就是作为战斗机研发的，现在却沦落到和教练机竞争，还不一定争得过，不愧是印度制造。